好看的皮囊抵不上有趣的灵魂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呀，有这样一句话在网络上火了起来：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。当然，不同的人对这句话的认知也各不相同。正如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 Hamlet。 有人说外貌才是最重要的，第一次见到一个人时，外貌决定了你是否愿意和他继续交往。而有趣的灵魂如果被隐藏在普通的外表之下，那么就像是蒙上了尘土的钻石，是无法被人轻易发现的。也有人说，直达精神层面的交流才能产生感情的共鸣。的确，世上从来不乏一见钟情的故事。无论男女，一个长得十分漂亮的人，他们的异性缘都要比相貌平平的人好一些。但是在以后的交往过程中，是否能够由陌生人发展为朋友，甚至发展成恋人，都要看对方是否具有一个有趣的灵魂。更何况，美丽的脸庞会被岁月镌刻皱纹，乌黑的秀发也会被岁月染上白霜。可有趣的灵魂，也就是人的幽默感，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更加引人注目。那些与生俱来的东西可以轻易被岁月夺走，但后天养成的幽默感会一直陪伴你，直到寿终正寝的那天。站在一个女人的角度来看，我们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懂自己、疼自己的人。在难过的时候，再好看的皮囊也抵不过一个结实的肩膀；在失落的时候，再好看的皮囊也抵不过一个温暖的怀抱；在无助的时候，再好看的皮囊也抵不过对方伸出来的一双援手。如果西施、杨贵妃空有外貌，而言行举止却像泼妇一样，那么她们一定不会得到帝王的喜爱。中国的4大美人历史肯定也会被改写。所以说，美丽的外表固然重要，但有趣的灵魂不可缺少。套用一句追星族常说的话，始于颜值，陷于才华，忠于人品。颜值高纵然能够快速地吸引周围人的注意，但没有内在有趣的灵魂，没有才华与人品，必定无法留住那些关注自己的人。有趣的灵魂之所以可贵，是因为与一个无趣的人交谈，就像是对牛弹琴，而和有趣的人聊天，便可以放心地享受交谈的乐趣，不用担心没有话题，也不用担心无聊。可惜的是，在生活的摧残下，有些人过早地磨去了自己的棱角，丢失了初心，丧失了自己的乐趣，成为了随波逐流混日子的人。他们的世界是暗淡无光的，生活似乎也只剩下了苟且。我就见过很多婚姻不幸福的女性，她们张口闭口都是生活的无奈和压力。尽管许多人都羡慕她们的生活，但她们仍然觉得自己过得并不幸福。其实压垮她们的都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只是一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比如孩子今天不听话，老公应酬没有及时回家，她们完全忽略了生活中的美好。孩子虽然偶尔和他拌嘴，但成绩一直还不错，属于别人家的好孩子这一种级别的。老公虽然偶尔出去应酬回家比较晚，但平时下班之后呢，就回家给孩子辅导功课，帮忙做家务，比那些只会说老婆辛苦了的男人不知道好多少倍。其实无趣的女人就是这样，只能看到生活中不好的一面，内心被负能量填满，一面说着生活无趣，一面又得过且过。而有趣的女人就不一样了，即便生活是一团乱麻，她们也能把乱麻理顺，努力向着自己渴望的生活进发。试问，这种如同玫瑰一般热情，如同蒲苇一般坚韧的女人，谁又能不爱呢？女人和女人之间最大的区别，并不是外表，而是内心。一个毫无幽默感的女人与一个充满幽默感的女人，会在若干个方面展现出差距，而这些差距恰巧体现了幽默感对于个人的影响力有多大。首先，这种差异会在智商方面表现出来。有相关的心理测验证实幽默感测试成绩较高的人，
智商测试成绩也普遍较高，而幽默感测试成绩较低的人，其智商测试也是成绩平平。其次，这种差异还会表现在人际关系方面。幽默感十足的人可以在短时间内用个人魅力获得对方的好感和信赖，因此这些人一般都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。而缺乏幽默感的人很难迅速获得别人的好感，因此在人际交往方面会受一定程度的影响。再次，这种差异还会表现在工作业绩方面。有幽默感的人在工作中很容易保持较好的心态。有数据显示，那些在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的人，并非都是最勤奋的，但大部分人都具有十足的幽默感。也就是说，善于理解他人、幽默感十足的人更容易获得成功。最后，对待困难的表现也会大不相同。幽默感十足的人，即使面对困难也会泰然处之，并用自己的幽默感抵消工作上的紧张和焦虑。而缺乏幽默感的人，往往找不到宣泄口，只能默默承担着痛苦，更增加了自己的心理负担。可以这样说吧，有幽默感的女人就像是戈壁滩上绽放的花朵，能给人美好与希望。没有幽默感的女人就像是鱼缸中的金鱼，每天无望地重复着单调乏味的生活。听到这里，可能有些听众就会问了，我也想做一个富有幽默感的女人，我也想比其他女人更加出众，可是我天生就缺乏幽默感，这可怎么好呢？不要着急，幽默感并非是与生俱来的，它与你成长的环境、性格和个人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因此，我们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培养幽默感，借鉴别人的经典语录，使用一些修辞方法，说话时添加一些肢体动作，都是增加幽默感的良好办法。有人把修辞方法称为是制造幽默的催化剂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修辞方法如果运用得当的话，能够轻易达到引人发笑的效果。比如说，通过比喻的修辞方法来形容一件事情，能够让你更加具体、形象地了解所表达的意思。一些俏皮话、歇后语不但说起来朗朗上口，还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。举个例子，用老鼠钻风箱、两头受气来形容一个人陷入了两方的争斗之中，讨好两方的同时还要承受双方的压力。再比如说，形容一个人欺软怕硬，可以说他是遇到绵羊是好汉，遇到好汉是绵羊。其实这样的形容不但形象生动，还能一听就懂，给人留下风趣幽默的印象。一语双关也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方法，利用一个同音词或者近义词，让同一个词语设计两层含义或者两个事物，让这个词变得具有双重意义的词。它不仅可以造成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这种效果，可以活跃气氛，还能让愿意倾听你的诉求更加容易接受你的话。除了使用修辞手法，我们还可以通过夸张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幽默感，比如通过对事物的形象、特征、作用程度等内容进行特意的放大或缩小，让对方感受到你想要表达的效果。例如天气热，你可以说，哎呦，这个太阳热得像火球一般炙烤着大地。声音大，你可以说，那个人的声音难听极了，简直就是震碎人的耳膜。如果形容一个人饿得很，你也可以说，哎呦，他饿得可以把一头大象给吃了。当然，我们在说话时，除了使用修辞手法，用夸张的表达方式之外，还可以借鉴别人的说话方式。一般在你的朋友之中，会有一些说话风趣幽默的人，平时和他们聊天，可以留意一下他们说的话，并把认为有趣的语言默默地记录下来，然后遇到类似的情景就可以借鉴一下。我们大致介绍了幽默感在智商、人际关系、工作业绩以及对待困难方面带来的影响，并介绍了培养幽默感的3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就是说话时使用一些俏皮话、歇后语等修辞手法，并在说话时添加一些肢体动作，从而达到引人发笑的效果。
第二呢，是采用一些夸张的表达方式，突出自己想要表达的效果。而第三，就是说话时借鉴一下别人有趣的说话方式，从而使自己说出的话风趣幽默。总之呢，生活处处皆学问，多多留心我们生活的环境，幽默感便可逐渐养成。当然，有趣的灵魂固然重要，但作为一个女性也不能不修边幅。毕竟好看的外貌更容易吸引别人，精致的发型和妆容，得体的服饰，高贵的气质，这些都是女人的加分项。在这样一个看脸的时代，我们提倡追求美丽，要记住，好看的皮囊和有趣的灵魂结合在一起，会让你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魅力。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